很多人啊不好好吃饭，或者呢经常的叫外卖，若是长期这样，很容易导致胃部疾病出现，比如胃疼、消化不良、腹泻等。那胃不好啊是需要靠养的，大家呀不妨常喝一种水，可以帮助呢养胃护胃。这种水就是用丁香茶泡水喝。丁香茶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喝到的，那丁香中含有丁香酚和丁香油，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，修复胃黏膜，而且丁香性温，有暖胃养胃的作用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经常的喝一些丁香茶，能够帮助保护胃部健康。那除了喝丁香茶外，胃不好的朋友平时呢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还有呢多做运动，这样对肠胃健康有帮助。女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年轻漂亮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脸上开始出现皱纹，皮肤变差，真的呢是让人感觉到很烦恼。如果不想老得太快的话，不妨常吃3种食物吧。第一种银耳，银耳被人们呢称为平民燕窝，含有的营养成分很多，富含维生素和胶原蛋白，可以说呀是天然的玻尿酸。那女性朋友呢经常吃，可以帮助养颜补血，紧致皮肤，让你更加年轻哦。第二种柠檬，柠檬虽然很酸，但是呢营养价值很高啊，其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多种微量元素，具有呢美白皮肤、促进排毒的作用。那女性朋友经常的吃一些，能够提高皮肤的弹性，让你呢面若桃花哦。除了这2种食物外呢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子宫和卵巢是需要雌激素滋养的，如果雌激素不足，那么身体也会加速衰老，所以补充雌激素很重要，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1. 大豆。大豆对女性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因为大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，是一种天然的雌激素，所以经常吃大豆能够帮助补充雌激素，保养卵巢和子宫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，对改善更年期不适也有帮助。2. 百合。百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，同样也有药用价值。百合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粘液物质，具有润肺止咳、抵抗衰老的作用。经常用百合干泡水喝，有双向调节内分泌、补充雌激素的作用，对卵巢排毒也有帮助。除了百合，多用玫瑰花泡水喝，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滋养卵巢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只有雌激素充足了，才能够让你越来越年轻，更有女人味哦。秋分是一年中比较重要的节气之一，那俗话说秋分不养，一年白忙，所以秋分后是养生的好时候。今天给大家推荐常喝一种水，有助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健康少生病。这种水就是陈皮山楂蜂蜜水。制作的方法呢很简单，取6克的陈皮、20克的山楂，还有适量的蜂蜜。先将陈皮和山楂加水，等泡软之后，用火煮15到20分钟，等到凉了之后再加入蜂蜜就可以喝了。那陈皮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健脾和胃、燥湿化痰、行气宽中的功效。山楂则有消食健脾、活血化瘀的功效，而蜂蜜有润肠通便、排毒养颜、润肺养血的效果。所以秋分以后，将这3种食物制成陈皮山楂蜂蜜水，有很好的滋阴润燥、健脾养胃的作用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哦。通常寿命比较长的人都有一些共同之处，就是有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作息也很规律。除此之外，身上还常有2种气。第一种大气。俗话说有舍才有得，对于有大气气质的人，不会因为一时得失而耿耿于怀，也不会钻牛角尖，这样的人心态会很平和，也有利于气血充沛，对身体健康有益，相对来说呢也容易长寿。第二种静气。俗话说惊则气乱，恐则气下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能少些心慌气乱，多些静气，这样的人气血也会更加的平和，有利于气血运行，对健康长寿有帮助。大家平时呢可以通过文学，比如琴棋书画来培养自己的静气，所以寿命较长的人，我们从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大气和静气的特征。若你也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那建议大家呀，还可以常喝点养生茶，比如呢菊花茶、绿茶、苦荞茶等，有助延长寿命。
温馨提示：想要长寿并不简单，要通过合理的调养身体，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并且长期坚持，才可能会获得长寿哦。长寿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长寿的因素呢有很多，比如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、基因等等。其实有些寿命较长的人身上会有一些相同的特征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肺活量大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肺活量都是比较大的，跑步、爬楼梯也不会气喘吁吁。但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心肺功能会下降，这时运动后就可能会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。所以，如果你的肺活量还很大的话，说明身体还年轻，也比较健康，容易长寿。耳朵大，都说耳朵大有福，其实耳朵和肾脏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如果耳朵大的话，说明肾气充足，那么身体素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。所以呢，耳朵大的人身体也比较健康。如果肾不好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吃点黑枸杞，有补益肾气、养肾护肾的作用。那如果上面两个特征你都有，那么长寿可能会青睐你哦。每个人睡觉啊都有每个人的习惯。比如，有的人喜欢穿睡衣睡觉，而有的人不喜欢穿。那这两种到底哪种好呢？我们先来说穿睡衣睡觉。穿睡衣睡觉会让人有安全感。如果是很多人住在一起，能帮助我们保护隐私，也不容易影响到别人。而且有的人睡觉啊喜欢踢被子，那穿睡衣能帮助抵御寒冷，避免着凉。再来说不穿衣服睡觉。不穿衣服睡觉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身体得到放松，血液循环更畅通，这样对提高睡眠质量有帮助。所以说，不穿衣服睡觉对身体呢是有一定好处的。不过这个还是要靠自己，看你喜欢怎么睡。不过呢，有高血压和皮炎的人是不适合不穿衣服睡觉的哦。如果有失眠的朋友呢，木子建议大家可以喝点洛神花茶或者是陈皮水，对提高睡眠质量有帮助。现在的人总喜欢在睡觉前玩一会儿手机，睡觉的时候呢，就顺手把手机放在了床头。那你知道这会给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吗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大家都知道，手机是有一定辐射性的，如果放在离头比较近的地方，可能会刺激到脑部神经，影响到睡眠质量。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使人出现头痛、记忆力下降的情况，尤其对老年人健康不利。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一种危害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那就是爆炸。如果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床头充电，这样充一晚上很容易出现爆炸的情况，所以大家晚上还是少玩手机吧。睡觉前把手机放的离自己远一点比较好。那么对于经常睡眠不好的朋友，木子建议大家可以喝一些安神助眠的茶，比如洛神花茶或者陈皮干泡水，对提高睡眠质量都是有帮助。现在的人都很注意养生，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。其实长寿的人身上是有一些表现的，不管男女，如果身上两个地方的毛发比较浓密，说明更容易健康和长寿。那这两个地方是哪里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腿毛多，大家都知道，男性的腿毛要比女性的多很多，而男性腿毛浓密旺盛，这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。而且腿毛也有很多作用，能够帮助调节身体，避免细菌和有害物质接触皮肤，对身体健康和长寿有帮助。眉毛多。眉毛多又长也是长寿的一种表现，因为眉毛和我们的肾脏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肾气充足，那么眉毛就会比较茂盛，这样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但如果眉毛少而且很短，就要多注意养肾了。上面这两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，可能具备长寿体质。他说：“山中也有千年树，世上难逢百岁人。”健康长寿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。其实长寿的人身上呢，都会有一些共同特征。那寿命长的男人会有什么特征呢？第一，肝脏是软的。肝脏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有很好的排毒和解毒的功能。但如果肝脏变硬，体内毒素排不出去，就会给身体造成伤害，影响寿命。所以肝脏比较软是比较好的。第二，血管是软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会硬化、堵塞，出现各种心脑血管疾病，这样也势必会影响寿命。所以如果血管是软的，那么身体也会更健康，为长寿大大加分。第三，肠道是软的。如果肠道变硬，肠道内就会堆积很多的毒素和宿便，这样呢身体也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只要保证肠道干净是软的，更有利于长寿。
上面的这3个特征，哪怕你占了一个，对身体都是有很大好处的。男性朋友平时呢还可以喝点黑枸杞和菊花茶，能够帮助保养肝脏和肾脏，对身体健康有益哦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木子留言，拜拜。